后宫里竟然有人给皇帝的宠妃下毒，究竟是谁如此大胆？昨天园游会上，猫猫试出给玉叶娘娘的汤有毒之后，就被人事拉走，大吐特吐，接着狂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，就赶紧去找了玉叶娘娘。得知高顺今天早上就来找他了，这会儿正在院子里除草呢。高顺是受人事所托，将那碗有毒的汤给带了回来，想听听猫猫有什么看法。过去一夜，银碗被腐蚀的相当厉害，猫猫先确认过碗是否被其他人碰过。高顺告诉他，只是用汤勺取了些汤来看是否有毒，之后就立马用布包住了。猫猫就搞些材料过来，分别是棉粉和毛笔，他用筷子夹起沾了粉的棉花，在碗上擦拭，最后用毛笔将多余的粉部落。银碗上竟然出现了一个手印，用指尖触碰器具会留下痕迹，而银器在使用前必须用布擦拭，所以能在这个银碗上留下指痕的，就只有擦拭后又拿过它的人了。猫猫刚想继续说下去，脑海中就突然浮现了德妃的长扇官的身影。根据碗上面的痕迹可以推测，拿过碗的应该有4个人，其中3个肯定是盛汤的人、备膳的人和德妃的长扇官，剩下的那个则是身份不明的人，而凶手就很有可能是这个人。高顺立刻 get 到盲点，为什么德妃的长扇官会触碰到给玉叶娘娘的汤碗？猫猫这才说出了自己的推测，德妃很有可能在被自己的侍女欺凌，长扇官是故意调换她的配膳，让她难堪的。昨天猫猫在园游会上就发现了，德妃和玉叶同为4大上位妃子，衣着竟然撞了颜色，而侍女的衣着颜色应当与侍奉的妃子保持一致。穿着桃色衣服的德妃的侍女们穿的却是白色的，肯定是故意让自己的主子难堪，甚至还调换了她的膳食。没想到就刚好把有毒的东西换走，反而让德妃捡回一条性命。可是那些侍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原来德妃年仅9岁就成为了先帝的妃子，之后又立刻出家，先帝死后还嫁给了先帝的儿子。在侍女们看来这是不知廉耻的做法，但他们大概也只敢欺凌，肯定是不敢对德妃下杀手的。猫猫告诉高顺，碗边缘的痕迹大概就是凶手的指痕，因为侍者们都知道尊贵之人的嘴边触及之处不能用手指沾染。高顺表示会将这些话如实告知人事，不过他也很好奇猫猫刚刚为什么要袒护那位长扇官。猫猫回答，因为侍女的性命与妃子相比轻如鸿毛，尤其是长扇官的性命，他多少有点同病相怜的感觉。高顺回去将猫猫所说的话告诉了人事，基本可以确定是他们内部人员所为。人事直接累趴在桌子上，高顺提醒他发簪还没摘下来呢，这枚发簪可是只有特定的人才有资格佩戴的东西，虽然人事看起来毫不在意。第二天猫猫又去找了自己的好朋友小兰唠嗑，听说猫猫在园游会上收到了发簪，小兰满脸羡慕，这意味着她能出后宫探亲了。从没听说过这件事的猫猫瞬间激动起来，原来后宫的女子是可以被男性带出宫的，而这个许可就是园游会上他们送出的发簪。猫猫这一次一共收到了4根发簪，但是男性只有1个半，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李白。当即去了练武场，却不知道李白收到他的邀请后无比的纠结，因为李白送的发簪只是人情发簪，可他又不好意思拒绝猫猫这样的漂亮姑娘，于是在看到重新点了雀斑巅峰的猫猫后，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他的请求。然而下一秒他就后悔了，究竟是什么东西让铁骨铮铮的李白瞬间臣服？那当然是著名青楼3大花魁的介绍信了。李白在听到猫猫说希望他带自己出宫的时候，就明白过来说自己误会了，猫猫并不想跟他发展出一段姻缘，只是想利用他探亲而已。作为回报，猫猫拿出了3大花魁的介绍信，他跟那3位姐姐都是老熟人了，介绍信这种东西真的一大堆，李白简直不敢置信，因为那可是连高官都难得一见的3大花魁呀。猫猫趁热打铁，又拿出了玉叶娘娘和梨花娘娘送给自己的高级发簪，表示如果李白不愿意的话，自己也可以去找别人。李白的大脑顿时失去了思考能力，最终还是低头臣服了。回去之后，猫猫就迫不及待地向玉叶娘娘请假。玉叶娘娘就是个乐子人，明知道人事是对猫猫有意思，才送出那根发簪，却不告诉猫猫发簪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只是在第2天人事过来的时候告诉他猫猫已回家探亲了。其实皇宫离猫猫所住的花街不算远，回家之前他先带李白去了绿青馆，在门口看到老鸨后就上前打招呼，结果被老鸨一拳打飞出去，还吐出了一道彩虹。老鸨先打量了一下李白，然后让实习妓女把他带去了白灵那里，这才跟猫猫唠起来。在此之前他已经收到了猫猫寄来的木牌，虽然同意猫猫带人过来，但钱还是得照付的。猫猫直接把自己的1半工钱都拿了出来，而这是够定金的。老鸨让他多找几个像刚刚那种身强力壮的客人过来，猫猫就开始仔细思考起来把人事骗过来的可能性。仔细一想，人家是个太监，想行也不能行啊。告别完老鸨，他回到自己家去，老爹满脸平静的跟他打招呼，就好像他没有突然消失近1年一样。晚上，猫猫将自己这1年的经历讲给老爹听，最后沉沉的睡了过去。老爹却有
些感慨，后宫啊真是因果轮回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猫猫就醒了过来，老爹已经跑去照料他的药草园子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实习妓女跑来敲门，看到猫猫后拉住他就跑到了青楼，冲进了被一群人围观的房间。里面一个妓女和一个客人似乎都中了毒，旁边的妓女已经帮他们催吐了。猫猫立刻扎起头发跳到了床上，那个男人已经没了呼吸，女人的呼吸也很微弱。猫猫让旁边的妓女先确认喉咙里有没有残留的呕吐物，自己通过按压让男人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，然后还做起了人工呼吸。另一个妓女也有样学样，中毒的妓女总算恢复了意识。猫猫大声提醒不能让他们喝水，而是让人去准备木炭。经过一番抢救后，两人都安定了下来。猫猫这才仔细观察了房间里的状况，屋里充满了酒和烟的气味，有2个酒瓶和1个酒杯，除此之外还有一堆麦秆以及烟叶洒落的烟管。这时那位实习妓女把木炭抱了过来，猫猫写了个木简，让他去把自己老爹叫过来，却没有注意到那个实习妓女出门时露出了有些阴暗的眼神。猫猫等了很久，老爹才姗姗来迟。他解释是那个孩子照顾自己的腿脚还来晚了。这时猫猫已经把炭给磨碎了，接下来只要混着药草喂给他们服下去就行。2个人都脱离了危险。老爹评价猫猫处理的方式还算凑合，问他觉得这是什么毒，猫猫瞬间严肃起来，表示应该就是烟叶。tiên楼里很多妓女和客人用这种方式殉情，所以他那时才没让他们喝水，因为胃液有抑制毒素吸收的效果，喝水反而会起到反作用。但如果从一开始烟叶就溶解到了水里了呢？猫猫这才注意到呕吐物中并没有混杂烟叶。如果是老爹说的那种情况的话，喝水稀释一下才更好。他默默记住了这个知识点，和老爹一起去跟老鸨打招呼，发现老鸨是用麦秆喝水的，可以防止口红粘在杯子上。这个老鸨可比绿青楼的老鸨大方多了，直接递了一袋钱过来。老爹本来想推辞，但是想想下个月的房租，还是收了下去。猫猫则下意识思考起了这场殉情事件，他总觉得不太像殉情。tiên楼里时不时就会有妓女和客人殉情，但那只有无法为心爱的女子赎身的情况。他刚刚抢救的时候注意到那个男人衣着很华丽，长得也有点俊朗，不太像是会为钱和女人发愁的人，更不像是会因为担心和妓女的未来而孤独自尽的人。这时猫猫注意到了对面走过去的实习妓女，就忍不住跟了上去，发现那个小姑娘竟然举刀挥向了床上的男人，立刻出手阻止，夺下了匕首。小姑娘气急败坏的怒骂说这种人死了更好，然后就想要去夺猫猫手里的刀，最后被猫猫一拳打中腹部，跪趴在地上。小姑娘哇哇大哭，引来了青楼里的妓女。这位妓女看一眼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并将隐情告诉给了猫猫。原来那个男人是个渣男，经常骗妓女说自己会为他们赎身，结果过段时间厌烦了就把他们踹开。愤怒的妓女们曾多次暗杀这个男人，最后都以失败告终。到后面那个男人还仗着家里有钱有势，把护卫也带到了青楼。小姑娘的姐姐就是被那个男人给抛弃的，一起喝下毒药的妓女则是个恋爱脑，明知道那是个渣男，却还是义无反顾的爱上了对方，最后是闹到了如此结果。猫猫也心疼这些妓女的遭遇，虽然不会将事情说出去，回去的路上也想明白了一些东西。那个小姑娘是故意跑远请不在家的药师的，却没有想到猫猫刚好在家，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计，真是不可小觑。不过到家后看到老鸨给了那么多钱，猫猫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那个男人都渣男了，难道会想着殉情吗？突然他想到了遗留在现场的麦秸秆，瞬间明白了一切，这不是殉情，而是一场谋杀。毒的确溶解到了水里，准确来说是酒里。妓女准备了2种颜色的酒，tiên楼里的女子经常会用这种调酒方式讨客人欢心，先将没毒的酒倒在下层，再将有毒的酒置于上层。他自己用麦秆将下层的酒液吸走后，渣男就会觉得这酒肯定没毒，从而放心的喝掉了剩下的酒。等渣男倒下后，妓女也喝下一点点不足以致死的毒酒。到了早晨，渣男肯定已经死透了，而只摄入了少量毒液的他则会等来医师。甚至在这个事件中，大概每个人都是知情的，所以那位实习妓女还会慢吞吞的把医生请过来，因为她知道只有渣男会死。还有那个告知了猫猫渣男本性的妓女，以及出手非常大方的老鸨。猫猫克制自己不能再继续想下去了，这件事情已经了结了，真相就是一对男女殉情，恰巧被救。老是想着这些事情在花姐可是没办法存活的。猫猫一边想一边去绿青楼蹭浴室，这时一个妓女姐姐也走了过来，告诉猫猫大家都很担心她，然后就开始对猫猫上下其手。3天转眼间就过去了，猫猫辞别老爹去绿青楼接李白。这3天李白过的那叫一个醉生梦死，估计都快被榨干了。殊不知替他出钱的可是猫猫啊。回到翡翠宫后，人事听到消息立刻赶了过来，一上来就要跟猫猫单独唠了。猫猫也只能跟着进了接待室，发现这小子似乎有些烦躁。先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之后，人事才问出了自己真正在意
意的，那个叫李白的究竟是什么人？猫猫如实回答，只是自己的身份担保人。又听到猫猫说，他只看在情面上才收下了李白的发簪，人是更不甘心了，他居然输给了一个卖人情的。说着说着就开始委屈起来，问猫猫为什么不来找自己，明明他也给他送发簪了。猫猫不明白人是为什么那么想掺和麻烦事儿，难道是因为待在宫里太闲了吗？不过以他的身份，还是先捧着对方吧。于是就说自己实在想不出什么能令任氏大人满意的谢礼。任氏立刻问猫猫送了李白什么贺礼，猫猫满脸自豪，让他做了一碗春宵美梦。任氏顿时大惊失色，显然是误会了什么，连手上的茶碗都掉下去摔碎了。猫猫嫌弃的把它收拾了起来。出去后发现月娘娘已经乐得前仰后合，所以谁能告诉猫猫究竟发生了什么呀？